their official Olympics name really was Chinese fucking Taipei, that would at least be a little more accurate vis-a-vis who is fucking who. 如果你不信任，这里就是证据 Chinese fucking Taipei， 这表示我们是在骂我们自己吗？可是你知道历史上这个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吗？嘿，大家好，我是 Justin 教授。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大概知道 John Oliver 在他的 show Last Week Tonight 介绍台湾。我今天的任务呢，不是讨论政治，而是讨论关于他用的一些脏话，尤其是我们上面所看到 Chinese fucking Taipei。为什么会讨论到脏话？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脏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最起码在他的 show， 他讲到或 fuck 6次，也加了一些 shit 跟有的没的。可是你知道历史上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吗？其实讲母语的人也都不知道。那我跟你们说，今天呢，我会让你们知道 fuck 这个字的来源。因为我知道这个字听起来很难听，但是它的确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以前那么严重，它是后来这500年开始进入到我们平常的说话的方式。然后现在呢，从2011年，其实相当多的有名的书或是歌都是有这个字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看呢的来源在哪里。不过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John Oliver 用多少次，为什么是针对台湾？如果你不信任，这里就是证据 Chinese fucking Taipei， 这表示我们是在骂我们自己吗？这个呢是要我们去理解 fucking 到底是什么来源，然后它有什么作用。那我们都知道 Jeremy Lin 很有名的歌手，现在也是立法委员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关于台湾。Pointed out just how ludicrous it is. Our team, our national team, been called Chinese fucking Taipei. Sorry, we have to call you Chinese fucking Taipei. 千万不要忘记了 ，John Oliver 是在 HBO， 他不只是用大概6或7次，我们还会有一个 shit 加进来。You know the Pope. He loves to stir shit up. He's a messy bitch who lives for drama. 我的天啊，不只是讲到 fucking 跟 shit， 还有把一个丢进来，到底是在一个 talk show 还可以这样吗？在台湾有可能吗？会有这么多脏话吗？但是其实这个是相当跟文化有关系。我们想要强调我的想法，我们就加这些字在里面。而且呢 ，John Oliver 他还没有结束，他还有相当的多。You want to kill a clean energy bill? Pull up a chair and fucking eat all 900 pages of it. 应该看得出来 ，John Oliver 非常的佩服我们的立法委员，一定要加一个 fucking eat it，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超赞。John Oliver 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台湾是全世界的高科技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甚至是针对性的玩具。And it's the world's key manufacturer of semiconductors, which are used in products from cars to sex toys. Thanks, Taiwan. John 还没有结束骂脏话，我们已经听到 fucking 大概有3次，还会有一次。That singer that you saw earlier talking about Chinese fucking Taipei. John 快要结束他的话题，关于台湾，我们还会听到他又用 fucking 一次。其实这不是最后一次。People who aren't Taiwanese making decisions for Taiwan is a bit fucking played out historically. 当 John 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到的动词的用法，就是说一个先生跟他的 father-in-law 跟 mother-in-law 说 I'm your offspring， 我在婉转说跟你的小孩，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就是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讲出来这些话呢，是不是太直接了？ Hello, I regularly fuck your offspring. But now that you've officially declared it,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everyone involved here. 最后，针对台湾的未来 ，John 有提醒我们说，台湾的人有自己的选择 ，to beat the shit out of each other. Even if that means sporadically beating the absolute shit out of each other. 所以我们刚看到 Jeremy Lin 跟 John Oliver 一直在用 其实还要加一些 shit 跟 那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字 ？Well， 简单说如果这个字没有存在，我们也大概没有存在。但是呢，它的来源是什么？以我当一个文学跟比较哲学的教授，我想要跟你们多分享的历史。其实呢是来自，你们猜猜看呢
不是英文，它原文是 Germanic， 所谓的德文或荷兰文的那系列的语言。最早期大概在1500的时候或是之前，他们不是用 fuck 而是用 sard 跟 swive。的原本的意思是一个快速的动作或是撞来撞去，所以逻辑来讲它就变成可以代表这个动作。可是现在其实 根本不是只是讲关于这个交配的动作，不好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有相当多的用途，甚至有的是正面的。Like that's amazing， 那是很了不起很 incredible 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只是以为说只是说脏话针对交配的动作。我讲交配是有一点怪，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跟这些脏话是怎么用的，赶快去看我的现在课程，它现在募资中还打66折非常的值得。但是不只是这些东西，我还会教你关于所有的俚语跟口语，所以赶快去看我们接了的 app。 回到的来源，我们第一次看到人用在文字里面大概是在1513的时候，那是一个苏格兰的 poet， 他是在写诗，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他的最早期的来源。大部分的专家认同是 Chaucer 在1528用到第一次，像我们自己现在在用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交配。那如果你会想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是因为我做研究。有一个作家叫做 Melissa Moore 写了一本书叫做 Holy Shit The History of Swearing， 就是说脏话的历史。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其实脏话为什么是重要呢？因为我们用脏话是针对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最早期你们知道什么是最脏的字啊？根本不是这个字，最脏的字呢用上帝来骂，用 God。 还有另外一个字在1900那时候 bloody 就是血腥的意思，但是那个以前是真的被当作是脏话。很有趣，为什么会变化？为什么最早期并不是那么严重呢？因为你们要记得1500之前大部分的人是住在一起，在同样的房间，那时候所谓的隐私权没有存在，除非你超有钱，其实大家是住在一起。所以呢，看到裸体还有看到人家在是非常的普遍，所以他们用的字来形容这个根本不会觉得是脏话。为什么？因为你是当时看到。是后来大概在1800以后，我们的机会可以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 space， 然后那些动作是别人不会看到，它就变成神秘的该讲的，那因为不该讲的它就变成脏话。然后反而如果我们说 Oh my God 我的天啊，没有人会在乎。可是如果你讲到跟我们的身体的生殖器官，这个就会被称为是脏话。为什么呢？很简单，盖起来的东西就是脏的，理论上是这样。很有趣，1860之后就变成一个严格或是很糟糕的字，甚至还有案子就是人家被杀了，因为骂对方用这个字。到1513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As if he were overcome with desire, yet it seemed from his behavior he would have William Dunbar 写的这个在他的 poem 里面，意思说好像他是被他的很强烈的欲望控制，然后看起来好像他会，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已经是代表更早期在拉丁文里面也有看到这个字，可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觉得说这个先不要考虑到的历史里面。1528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 Cicero 在写关于一个神父，然后他形容他呢 old abbot。 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说他是对他很不爽，所以叫他abbot， 或是这个神父呢是回归他的原则，是跟一些女生在一起，所以1528是我们大部分会接受这是第一次
有出现在英文里面，所以你说教授呢，居然是这个男女生在一起的，那他其他的用处是怎么出来的 ？Well， 在1790有一个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官叫做George Tucker 写了一首诗，这时候呢是一个爸爸跟他儿子在吵架，他的儿子呢就是学家，跟我一样。那个法官说 God, your books, the testy father said, I'd not give a for all you've read. 他就说我的天啊，你的那些书 I don't give a for all you've read. 当然这个法官不是说他想要 I don't give a就是说我不在乎所有你看过的书，大概我太太也有时候会跟我这样讲啊。其实我太太都不会骂脏话，可能偶尔只有我吧。这个你们当然不会看到了。大概在18、19世纪变非常的普遍，然后它有转型，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用它的方法是一样的 He fucked me over 就表示说他是欺骗我或者偷了我的东西，或者呢 go意思说你去你自己最糟糕，也不是说最糟糕的，蛮难听的 You fucking 或者呢 I don't give a fuck 等等的。这个呢现在是非常的普遍，到世界第二战争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在用它，比如说dumb 就是很笨的一个人，或是 I don't give a flying 在飞的就是我完全不在乎。 Samuel Jackson 最常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讲了多少次，可是如果你看他的影片 Mother 哦天哪，这个可能是讲了300次以上。在世界第二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一首歌，我来念给你们听。M all 就是说把他们说的都，他的 chorus 呢就是 Fuck them all, fuck them all, the long and the short and the tall, fuck all the sergeants and the WOIs, fuck all the corporals and their bastard sons, for we are saying goodbye to them all, as up the Sierra's arse they crawl, you'll get no promotion this side of the ocean, so cheer up my lads, fuck them all。 世界第二战争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呢？其实是因为人家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他用来代表这个感觉。在1960的时候有一个 Jeffrey Hughes， 他说这个 F word 呢突然大家都在狂在用，你不相信去看一下2011年的到底有多少歌是用在里面，数不清的，甚至 Top 10前面10名的歌3个都有脏话在里面，包含等等。然后越南战争也是，那时候相当多的人是用 fuck， 最主要甚至这个是去美国的最高的法院就写了 the draft 那时候呢就是美国因为在越南战争，所以他就是要勉强一些美国的年轻的男生去战争，这个叫 draft。 那很多人就是反对这个，他就说 the draft。 如果我们来研究脏话，我们会发觉它已经是完全融入进去我们的社会，而且根据科学的研究，骂脏话会加强你的免疫系统，而且我们可以证明，如果用 fuck 或是骂脏话，我们可以更忍耐痛。他们做一个测验呢，教人家把他们的手放在冰水里面，就是讲一些不是脏话的，他可以忍多久，跟他用脏话，我相信你们猜得出来，他们用脏话可以忍更久。以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学这些东西的最大的帮助是我们可以更理解西方人他们的文化的改变。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是需要知道如何使用法，所以我们可以说 Chinese fucking Taipei。 如果你们有喜欢这个，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试读课，我也会放在 YouTube， 针对教你们如何用 shit。 要赶快，因为11月2号之后我们的66折的优惠就要停掉。教西洋文学比较哲学的教授竟然也可以教你脏话和色色的话，但母语人士说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 informal language。 这就是为什么你除了学校真的要跟母语人士对话，或看电影、影集、YouTube 等等，你会觉得非常的挫折。我在台湾30年，我教过太多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不太想要开口在别人的前面。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一门课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很放心的用英文，不会误解外国人在跟你讲的意思，也会知道如果人家在骂你，就不会在那边说哦
Thank you。别担心，我会教你同句话转成比较日常或是正式的说法。我挑选会出现大量口语用法的 action、comedy、rom-com、stand-up comedy、reality show。课程预计有165个单元，55个小时。募资优惠期间，最多可以剩下2373元。没有人敢教的英文，教授带你有深度的学。好，谢谢，下次再见。